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 ，Teacher Richard， 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你看你们都说两位老师好，这个预祝很抱歉，今天婷老师突然有事情 ，suddenly， 突然 suddenly， 婷老师啊，突然要这个带孩子。所以他今天没有时间来。那今天呢，就让理查老师陪你们一起学习中文吧。好的，老师跟你们打声招呼，玉珠还有嘉欣，欢迎白马，还有青霞，还有向才，还有谁 ？Samuel 你好，王可欢迎，还有Privet Mr. Kewa 你好，还有谁？这是我自己。阿能你好，佩佩猪欢迎。好，各位同学，今天田老师有事情，他没有办法来上课，明天田老师就会回来了，大家一定很想念他，对不对？不过才1天而已哦。好，裴静你好 ，Hello Yusuke 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棒同学欢迎你哦。好，今天有非常多的同学来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Level 5第5集。好，那各位同学等老师一下，老师上一下脸书哦。脸书的朋友，你们应该要来 YouTube， 不然的话，老师都还要到脸书找你们哦。好，好的，脸书的朋友有谁？看一下哦。Hello， 我们的红喜同学，欢迎红喜，还有这个，好，脸书的朋友有。李涛同学，李涛你好，还有我们的素同学你好，李涛同学跟素同学，欢迎脸书的朋友。脸书的朋友啊比较少，不过也欢迎脸书的朋友一起来跟理查老师学习中文。理查老师的这个 viewers 都是在 YouTube 比较多哦 ，YouTube 比较多，好欢迎。好，还有我们的孟科你好。还有我们的 Raju 对不对 ？Kumer 好，你好，怡怡你好还有我们的 ARR 欢迎。好，那我们就来上课吧。今天上第5集比较难，今天的词汇有一点点难哦。好 ，OK 。Hello， 梦同学你好 ，Grace，Hello Grace， 欢迎。好，那我们今天要学的词汇是3个词汇，我们有。不顾，好，要跟老师一起念哦。不顾。第2个，不利。第3个，不耐烦。好，不耐烦。好，这3个词汇都蛮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第1个词汇。好，我们一位同学叫 Elvis， 脸书的朋友 Elvis 你好哦。好 ，OK， 我们先看第1个词汇吧。不顾，什么叫不顾？不顾就是你不管，你不去理他，你不在意他。不顾的意思就是 you ignore， 不顾，不在意。好 ，OK。所以各位同学，这个不管、不在意就是不顾的意思不顾的意思。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好，汤姆不顾危险，汤姆不顾危险，跳进河里救人。哎呀，好危险哦！你看各位同学，汤姆啊，看到河里有人。他赶快跳进去要救人汤姆不顾危险。什么叫不顾危险？就是 ignore danger。他不理，他不管危不危险，他就跳进去了。他不管跳进河里危不危险，他还是跳进去了。所以不顾就是不管或不理的意思不管或不理的意思。他不在意，他不在乎，就是我们前2天有学的不在乎。汤姆不在乎危险
汤姆不在乎危险哦。好 ，OK， 好，跳进，各位同学，危险就是 danger 哦 ，danger。好 ，ignore danger， Tom ignored danger。跳就是 jump， 跳进呢 jump into。这里的进就是有点 enter into。jump into 跳进河里跳进里 jump into the river。 那要做什么？要救人 save people。 我们中文讲救人很常用救人，跳进河里 save people 救人好，所以不顾就是他不在意危险，他不在乎危险，他不管危险，他就跳进去了跳进去河里，他去 save someone 救人好的，各位同学听得懂吗？不顾就是他不在意，他不在乎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collocations。 我们不顾会常常怎么用好，我们会加个主语，然后加上不顾。好，我们常常用的是不顾我的 my 感受 feelings， 这个很常用。各位同学，他不顾我的感受 he ignores my feelings。 各位同学，不顾就是他不在意，他不在乎。我们前2天是不是学过不在乎？它就像不顾的意思，他不在乎我的感受，他不顾我的感受 ignore， 他不理他不理。好，第二个常用的 collocation 是主语加上不顾，他的警告，他的警告。好，警告就是 warning warning 就是我警告你警告的意思就是呢，他告诉你这个事情很危险不要做这就是警告。警告的意思就是有人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很危险你不可以做，这个叫警告warning 不顾他的警告，这个很常用不顾他的警告。好，听得懂吗？这个词很棒，你要把它学起来。警告，老师警告我要交作业，妈妈警告我不可以熬夜。警告 warn or warning 警告的意思。好，你也可以说不顾 someone 的反对，不顾 someone 的反对。好，比如说不顾父母的反对 ignore the parents' objections。 父母亲说你不可以打电玩，可是你还是继续打，这个叫不顾父母的反对。爸爸妈妈说Channel V 不可以打电玩，赶快学习中文。结果 Channel V 呢不顾父母的反对，还是在打电玩还是在打电玩。所以不顾就是他不在意不在乎爸爸妈妈说什么，他还是这样做好 OK。 不顾是书面语还是口语？王和不顾比较书面语一点不顾比较书面语一点好，这个 Rachel 比较不会这样说，他经常不顾我，比较不会这样说好，我们比较会说这些 collocations， 不顾我的感受，不顾他的警告，不顾父母的反对。反对就是他不要你这样做，这个叫反对objections。 好，理解了好，不顾比较书面或正式，对，不顾是比较 formal 的用法。各位同学，你在读文章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比较书面语一点。口语的话是不在意或不在乎，口语的话不在意不在乎我辱骂我的朋友后，我的朋友不顾我，不可以 Rachel 不会这样用，通常会说不顾我的感受，他的警告，比较不会说不顾我，不会。你可以说不管我Rachel 你的句子要用不管我不管我不管我的意思比较常用不管我。 Hello HSK 你好。好，不顾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他不顾自己的
他不顾他人的利，他不顾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可以移这个句子是可以了。他不顾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他不在意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可以啊，移这个句子可以哦。好，我们的 unknown player 说 HSK 5级跟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老师不太清楚这个 TOC 这是台湾的吧？应该是台湾的那个华语检定考试，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好，他不顾我的理想，玉珠你这样子不够完整，他不顾我的理想，他不顾我的理想，很少这样说玉珠不太会这样讲不太会这样讲好，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只顾打游戏，可以。这个我们常常会这样说，不顾爸爸爸的感受，不顾爸爸爸的警告，不顾爸爸爸的反对，比较常用比较常这样用好，不顾一切可以很好ignore everything at any cost， 不顾一切很好，等一下老师会教现在呢不顾Yusuke 不会这样说，现在好，现在新冠病毒还大流行，但是这样就好了。新冠病毒现在还在大流行，但是日本还是要举办奥运会，这里不可以用不顾我不清楚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不晓得。好，有人不顾我的感情，ARR 有些人不顾我的感受，请你用感受比较好。有些人不顾我的感受，各位同学，不顾比较书面语，所以他会用的通常是这样子而已。不顾爸爸爸的感受，不顾爸爸爸的警告，不顾爸爸爸的反对所以不要乱用，因为这个词比较书面语一点，所以不可以乱用的好，我不顾父母的反对，继续和我的男朋友谈恋爱来，嘉宁老师告诉你怎么改。我不顾父母的反对，继续跟我的男朋友谈恋爱，好不好继续跟我的男朋友谈恋爱小偷悍然不顾的抢走了老奶奶的钱，可以这句很好。好的，我们看一下。好，各位同学关于不顾的语法我们看一下。来，我们会用主语加上不顾，再加上一个 object， 而这个 object 通常是老师说的这些词的感受、的警告、的反对 ，object 通常是这些词好，所以主语不顾爸爸爸的感受，不顾爸爸爸的警告，不顾爸爸爸的反对，然后爸爸爸怎么样好，那老师念一下我们的词语第一个不顾，第二个反对 objection 的，再来太太 wife， 老陈老陈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男生的名字。好，这边要怎么写才对？后面的小句是决定要去中国工作，决定 decide 要去 want to go to China for work。好，决定要去中国工作。好，各位同学，你觉得答案是什么？老陈决定了，他要去中国工作。老陈他决定了，他要去中国工作。那你觉得他的太太怎么样？他会怎么样好 ，OK， 老陈不顾太太的反对。Malik 很棒。来，立新，老陈不顾太太的反对，很好。乙乙，老陈不顾太太的反对，决定要去中国工作，很好。好，我们的Tanita， 老陈不顾太太的反对，没有错，你们都答对了各位同学，你们要记得老陈不顾。好，我们的宾语一定是要什么什么的反对什么什么的感受，什么什么的警告，类似这样子的词好，所以答案是老陈
不顾太太的反对就是 object 决定要去中国工作。好，你们很棒，很厉害。我们再来看一题。来，我们还有一个成语，我们有一个 Chinese idiom， 有一个成语很好用，很常用，你要学起来。这个成语叫做不顾一切。不顾一切，你什么都不管，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OK， you will do something at any cost。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做这件事情。For example， 我不顾一切的学习中文，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中文学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要这样做。我不顾一切的学习中文，我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at any cost, regardless of everything。这个中文的成语是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好，那我们要怎么用呢？我们可以说主语不顾一切的，然后我们加上一个动词。好，这个学起来哦。主语不顾一切的，然后我们加上动词。老师刚刚说了比如说李朝老师不顾一切的教大家中文。李朝老师不顾一切的教大家中文。你们呢？不顾一切的学好中文。不顾一切 at any cost, regardless of everything。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要做这件事情好，你们答案是什么呀？老师念一下：穷小子。Poor guy, poor guy， 穷小子就是很穷很穷的人，很穷很穷的年轻人叫小伙子。这个小子通常是 young people, young men, OK, especially for male, young men。穷小子就是 poor guy or poor young people。爱上了爱上了。好，那个理查老师的妹妹，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妹妹理查老师的妹妹，长得好丑啊！理查老师的妹妹是这样子。好，来，最后呢，不顾一切的。好，各位同学，你看一下英文你要写对看一下英文好不好来，答案是什么？理查老师的妹妹怎么样啊？理查老师的妹妹怎么了？好的。你们写的对不对？我看看翠西说，理查老师的妹妹不顾一切的爱上了那个穷小子。可以，你可以这样说，没问题。翠西，虽然我的英文是那个穷小子开始，不过你这样写也是对了你这样写也对我的英文是这样了不过你这样写也是对的。哎呀，立新，你在笑什么呀？你在笑我的妹妹吗？理查老师的妹妹，立新说，哎呦，怎么这么丑啊？老师，你妹妹怎么这么丑啊？吓死人了，丑八怪。好，像才说理查老师的妹妹不顾一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她都要去爱那个穷小子不顾一切，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要爱，她都要去爱好 ，OK， 好，还有没有别的句子这个单序的比较对。单序的比较跟老师的英文是一样的。不，单序你写错了。单序你是不是应该要说那个穷小子啊？你不可以说那个理查老师的妹妹，不可以你要说那个穷小子。单序你再写一次，那个穷小子爱上了理查老师的妹妹好。理查老师的妹妹有长胡子耶，好恶心好 ，OK。理查老师跟妹妹是双胞胎吗？不是算胞胎。阿能，你怎么说双胞胎？不是算胞胎。好，我打给各位看阿能说的是双胞胎 ，twins。OK， twins 不是胞胎胞胎叫 flat tire。OK， 双胞胎。双胞胎就是 twins。对，理查老师的妹妹跟理查老师是双胞胎 twins twins， 很丑的双胞胎。好，
双胞胎哦，双胞胎。好，我们看一下事物的句子也是对的。穷小子不顾一切的，哎，你们怎么都没有加上那个？你们的那个呢？那个要放哪里？哦，那个事物你要把那个写上去。好 ，C 控的是最棒的 ，C 控你很厉害。那个穷小子不顾一切的爱上理查老师的妹妹，没错哦，正确的。好，答对了，很好。我不顾太忙了，不可以这样用。这个也是可以，不顾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用法哦，所以你要用不顾爸爸爸的感受，不顾爸爸爸的警告这一类的用法，不可以乱用啊，因为这是书面语的词啊。好，不顾一切，不管怎么样都要这样做，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还是要这样做，这个叫不顾一切。一切就是 everything， 各位同学，什么叫一切？就是 everything，anything or everything， 一切哦。好，我们往下看啊。好，第52个词叫不利。不利，什么叫不利？不利的意思就是 unfavorable， 或者是 harmful。不利就是对一个人没有好处 ，no benefit。有害的 harmful， 一件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是没有好处的 no benefits no good， 有害的 even harmful， 这件事情对这个人甚至是有害的有伤害的 harmful hurt someone， 这样就是不利。不利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是没有 benefit 没有好处的 no good， 有害的 even do harm to this person， 这个就是不利哦，不利。好，各位懂不利的意思了吧？不利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没有好处，而且呢是有伤害的，也不顺利，这件事情会让他不顺利，这个叫不利哦。那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各位同学熬夜是不是对健康不利？熬夜，你晚上不睡觉啊，你的身体会不健康的。所以你可以说熬夜对身体健康不利，熬夜对健康不利。所以不利就是对一件事情没有好处，有伤害哦，有伤害哦。好 ，OK， 不利的意思就是不好 ，no good， 没有好处，有害的哦。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新冠病毒的疫情对经济发展不利 ，no good， harmful， 没有好处。新冠病毒的疫情，新冠病毒就是 COVID-19 的疫情。各位同学，疫情就是英文的 pandemic， 疫情啊，新冠病毒的疫情，这个学起来，这个很常用。新冠病毒的疫情。the pandemic of COVID-19 对不利，对不利 is unfavorable is harmful to something。好，经济发展就是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就是 economy， 发展就是 development 啊，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好，各位同学。不利就是对他没有好处 ，no benefit, no good。好的，喝酒、吸烟对身体不利。阿能，你的句子很好，但是请你加个对 something 不利。阿能，你改一下，你再写一次。阿能，你要写喝酒、抽烟对身体不利。来，阿能，请你加个对，你再写一次。阿能，对 something 不利哦，对 something 不利。好，各位同学，老师教你这个语法好了，很多人不会不利的语法哦，来，注意听哦，很重要 ，very very important。主语加上对，对 means to，OK，to something， 对 here means to something。好 ，object 不利，记得对 something 不利，这是我们的语法，记起来，对 something 不利。听得懂吗？好，
各位同学，我们这里有一个句子，请你试试看。这个不利公司决定对。好，你每一次用不利的时候，都请你要加上对 something，OK？ 对 something 非常重要，对 something。好，请把答案告诉理查老师，答案是什么呢？请你记得这个语法，对 something 不利，没有好处，不好 ，no good。好，写对了吗？哇，好多人都答对了。阿利克斯说，这个决定对公司不利，对 something 不利。这个 something 是公司。阿利克斯很棒。好，还有谁？还有我们 Habib， 情况对你很不利，很好。对 something， 对 someone， 对一个 object 很不利，可以加个很，可以的。你可以非常不利，这边可以加个很，非常，十分不利，相当不利都可以。这里可以加很哦。好，你们可以像 Habib 一样，这边加个很。你可以加个很 ，it's good， 很不利。非常不利，相当不利，可以，都可以加哦，很好。好，Clara 说Clara 不对，你要说这个决定，Clara 你再写一次好不好？我们要写这个决定 ，this decision，OK？ 好 ，Clara 你再写一次这个决定，哦。好，佳宁，这个决定对公司不利 ，very good， 佳宁你太棒了，你答对了。好，各位同学，乙的这个决定对公司不利 ，very good。好，各位同学就请你记得这个语法，主语对不利 or 很不利 or 非常不利，对 something or someone 很不利。OK， 这是我们的语法好，记起来，就是说这个决定对公司没有好处，这个决定对公司有害。这个决定不好，因为它对公司有伤害对公司不好，这个叫这个决定对公司不利十分不利很好可以没问题，你用10分也很好10分不利 ，very good。好 ，Channel B 说这个方案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利，非常好。Channel B 的句子对不利，记得这个语法很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也常常会说不利条件 or 不利因素，这个我们常常会说不利条件就是 unfavorable condition， 不利条件，这个条件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这个条件甚至对我们是有伤害的，对我们不好的条件就是不利条件，这个条件是对我们有伤害的，不好的。好，你也可以说不利因素，因素就是英文的 factor，条件就是英文的 condition，好 ，unfavorable factor， 不利因素，不利的一个原因，没有好处的一个因素好，了解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说不利条件、不利因素，常常这样说好。缅甸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很好的句子 ARR。缅甸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非常好的句子好 ，OK， 好，这个我大概念一下。中文不好是他找工作的不利因素，因为他的中文不好所以呢很难找到工作。中文不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是一个 unfavorable factor。对他找工作没有好处好 ，OK， 知道一下就好了。我们会常常说不利条件，偶尔不利因素好，了解了。好 ，OK， 不利因素跟不利条件我们常常会在文章会看到你看到文章里会写不利条件、不利因素好，记起来。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吧，各位同学。好。接下来第53个词汇叫不耐烦，不耐烦，不耐烦就是像这样。你看，老师演给你看，什么叫不耐烦？不耐烦就是 impatient，
好烦哦，怎么这么久啊？哎呀，好烦哦！理查老师的课怎么这么无聊啊？哎，好烦哦！中文怎么这么难呢？哎呀，这个就是不耐烦，你觉得很厌烦，你感到 very bored，very tired， 你无法忍耐我不想再学中文了。我觉得学习中文真是让我不耐烦哦。所以各位同学，什么叫不耐烦？就像这样，哎，中文好难哦，啊，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好无聊哦，不耐烦 ，impatient 就是不耐烦哦。好 ，impatient 感到厌烦 ，bored 无法忍耐，哎呀，好想赶快啊！老师你赶快教完吧，我想去睡觉了。老师你赶快教完吧，我想去打电玩了。好，对，就是无聊。不耐烦就是pussy， 你可以说没有耐心。pussy， 你可以说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其实不耐烦就是没有耐心的意思。pussy 这个很好就是不耐烦。不耐烦。好 ，pussy 老师告诉你其实这个耐就是耐心啊pussy。没有耐心，不耐烦就是没有耐心pussy。对，没有耐心的意思，没有错好，阿历克斯，好 pussy 没有耐心，不耐烦然后阿历克斯说，我们每天不耐烦的等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真的哇，真的好，厌烦，对，通常你厌烦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聊。通常你觉得厌烦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聊OK， 厌烦的时候，通常你会觉得so bored 好，写论文让我很不耐烦，非常好的句子 ，ve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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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ic， 很好的句子，很好的句子我等得不耐烦了，很好的句子，哇，你们很会写句子，很好，没有错，这个句子非常好这个句子非常好好，还有谁的句子？我对他不耐烦，可以 Marina 的句子非常好。还有谁 ？OK， 不耐烦可以可以像才他感到不耐烦，可以他觉得不耐烦也可以，像才可以。理查老师觉得不耐烦，理查老师感到不耐烦，可以，没问题，像才可以的。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哎呀，陪女友逛街，哎呀，让我不耐烦。好，各位同学，请你记得让 someone 不耐烦，记得哟，让 someone 不耐烦。各位同学，陪女朋友 like with your girlfriend, with accompanying your girlfriend, with your girlfriend， 逛街叫做什么 ？Go shopping。各位同学 ，going shopping with your girlfriend。让他，你看这个男生，他觉得很无聊，他都睡着了，因为女朋友逛街逛太久了，女朋友好喜欢买衣服，这件好漂亮哦，那件也好漂亮，我都想买，看了2个小时，这个男生都不耐烦了，他觉得十分不耐烦，他觉得很不耐烦，他睡着了，因为他不耐烦他等太久了。各位同学。各位男同学，你如果觉得陪女友逛街会让你不耐烦的，请你写会好不好？理查老师要说会。理查老师觉得陪女生逛街让我很不耐烦。各位男同学，你觉得陪女友逛街会让你不耐烦的，写个会好不好？你们写个会，男生男生你觉得陪女生逛街会让你好久会让你不耐烦的，写个会好不好？你们觉得陪女生逛街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耐烦？我跟你讲，理查老师觉得一定会选会。理查老师最讨厌逛街了，好久女生逛街要4个小时、5个小时好久你看这个 EDU 说会，像才说会，哎呀，太久了，陪女生逛街真的太久了。哎呀，如果你觉得陪女朋友逛街很累、很不耐烦的，你写个会好不好？有写会很多人写会你看会对不对？各位同学会
会啊，我觉得各位女同学，为什么你们要逛这么久的街 ？Why? Tell me why. 各位女同学，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逛街？为什么你们可以逛4个小时、5个小时？真的，每次陪女生逛街啊，会让理查老师不耐烦哦，真的好讨厌哦。好，肯定会的嘛，你看。女生逛街太久了，肯定会不耐烦的。男生都睡着了，肯定会不耐烦的，对不对？哦，陪女朋友看电影让我不耐烦，真的啊 ？Read you really？ 他不耐烦的照顾这个是谁？照顾老人，好不好？照顾，我们用照顾老人哦。他不耐烦的照顾老人哦，不耐烦的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好，不耐烦的照顾老人。好 ，OK， 好，好 ，OK， 未必要看情况，不一定，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你不会觉得不耐烦，你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所以你不会觉得不耐烦。好 ，Take 说学习中文我太不耐烦了。真的 Tag， 你学中文会很不耐烦啊。哦，有的人会觉得学中文很无聊，所以你们会觉得学习中文让我不耐烦，怎么这么难哦？好，他等他的女朋友等得不耐烦了，于是走了。玉珠的句子非常好啊，非常好。好，哇，我的女朋友是我生命的意义啊，阿历克斯，你说意义哦。我的女朋友是我生命的意义，是我生命的重心，是我的最爱啦。我的女朋友是我的最爱，不论逛几个小时的街，我总是会很耐烦的陪她走。真的吗，阿历克斯？你这么爱你的女朋友啊？哇 ，really？ 理查老师没有办法哦。新冠病毒让我很不耐烦，不会这样说诶。这个 Mr. Kewa 通常会说一个情况 ，a situation，OK，a situation，OK，a situation 哦，太难了，我都快哭死了。对，没错。好，我们往下看哦。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学习一个语法啊，就是主语加上让 or 使 or 令 someone 觉得不耐烦，记得这个语法，让 someone 觉得不耐烦 or 使 someone 觉得不耐烦都可以哦，都可以，或者是用令 someone 觉得不耐烦。Okay, something makes someone feel impatient. Something makes someone or a situation makes someone feel impatient. 好，这个觉得你可以说，你也可以不用说，你也可以选感到哦。你这个觉得也可以写感到。那这个很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你也可以用非常，或用十分、相当都可以哦。好，那各位同学，这个语法要记起来。好，这无聊的中文课啊，这个中文课好无聊哦 ，so boring。这无聊的中文课，好，我们这边要怎么选？非常，他让觉得不耐烦。各位同学，就像这个女生，她这样子，她觉得这个中文课太无聊了，她觉得怎么样？好，你自己写答案吧。这无聊的中文课怎么样？好，你试试看正确的答案哦，你试试看。哦，我们很多人把答案写出来了啊、哦！我们的这个 Hong 同学，这无聊的中文课让他觉得这样子非常不耐烦哦，怎么这么无聊啊？理查老师的中文课怎么这么无聊啊？我觉得非常不耐烦 ，so impatient。好，好的，还有谁？还有谁的答案？佩佩猪的。这无聊的中文课可以用令，佩佩猪很好，你改了一个字，令他非常不耐烦，非常好，非常好哦，你们可以改字哦。
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怎么改？你们可以不要用让，你们可以用使。这无聊的中文课使他觉得很不耐烦，也可以。那你也可以用感到哦，你可以用感到哦，你还可以用感到不耐烦，都可以哦。好，好的，这个各位同学记得哦，你不一定哦要用让，你还可以用使哦。这无聊的中文课使他觉得不耐烦，这无聊的中文课令他觉得非常不耐烦，这个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可以吗？所以各位同学，你要怎么去使用不耐烦？你就用这个让使令 something 使 someone。OK，something 使 someone。OK， 听得懂？好，听得懂。好 ，OK， 了解了吗？了解。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那各位同学，刚刚是 something makes someone，something makes someone， 现在是 someone feel impatient with something。现在刚刚是 something， 现在是 someone。OK， 主语不同咯。刚刚的主语是 something， 现在的主语是 someone。OK， 好 ，someone 觉得很不耐烦 ，someone 感到很不耐烦。然后呢，如果你要说 impatient with something， 你要这样说，对，要用这个词，要用对。someone 对 something 觉得不耐烦 ，OK？someone 对 object 感到不耐烦，可以听得懂吗？刚刚是 something 让，现在是 someone 对 someone 对 with something，OK？someone feels impatient with something，OK？所以这个主语不一样了啊，主语不一样了啊，听得懂吗？听得懂？现在第二个语法 ，the second grammar rule 是 someone 对 something， 刚刚是 something 让 someone， 它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病人对护士感到不耐烦，也可以啊、也可以。不过向才，你看一下我的英文，我的英文是 the nurse，OK？、the nurse。各位先看一下我的英文，然后你们再看看怎么写啊。The nurse is impatient with object with this patient。好，对 object。好，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好 ，ARR， 护士对这个病人感到不耐烦，正确答案。好 ，Raju， 护士对这个病人感到不耐烦，正确答案，非常好。好，我们的Aria。护士对这个病人感到不耐烦。好 ，Aria 是对的。好，阿能，护士对这个病人感到或者是觉得都可以不耐烦。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好，不会英文了，没关系了。好，向才，其实你刚刚写的也对啊，你刚刚写的也对啊。好，怡怡，护士对没有谁，护士没有谁哦，护士是对。这个病人怡怡，你有一个错别字怡怡，你有一个错别字，你改一下哦。好 ，OK， 没问题了哦。护士护士，好，了解了。我们的答案是护士对这个病人觉得 or 感到很不耐烦 or 不耐烦 or 非常不耐烦 or 相当不耐烦都可以。好。了解，哇，你们都答对了，很棒。那各位同学，理查老师来给你们考试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来，考试之前呢，理查老师帮你们复习一下。Something 让 someone 感到不耐烦 ，something 让使令 someone 感到不耐烦 ，someone。Grammar 2， 刚刚是 Grammar 1，OK？Grammar 1 ，something 让使令 someone，something 让使令 someone 感到不耐烦。
语法二 ，Grammar two， 语法二 ，someone 对 something 对哦，对 something 感到不耐烦，了解了吗 ？Understand？ 了解了哦。这两个语法特别注意。准备好了，我们先做第一题。各位同学，来，请问我们要选的是对，还是让，还是令？玛丽，学习德文感到很不耐烦。答案是什么？学习德文，德文就是 German 啊 ，German language，German language。玛丽对让令学习德文感到很不耐烦啊，德文好难哦，我觉得好难哦，我不想学了，这个叫不耐烦。答案是什么？注意哦，我的线索是什么啊？对，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对对对对对，诶，有人选都可以啊，大部分的人都选的是对的，是选对哦哦。阿能说都可以，丹旭说都可以啊。好，Vanessa 说对，对对对，答案是什么？各位同学，答案是来，请问玛丽是 someone 对不对？玛丽是 someone 嘛，对不对 ？someone 对不对 ？someone，玛丽是人嘛？玛丽是人嘛，对不对？哦，someone 对 ，someone 对 something，someone 对 something，right？ 所以答案是什么 ？Mary feels impatient with 对不对？答案是什么？玛丽 someone 对 something。What is something? Something is 学习德文。Something object is 学习德文。玛丽对学习德文感到不耐烦。我们答案是一，对。答案是一，不是都可以哦。什么时候都可以？好，老师告诉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哦。我们说学习德文。好，来，各位同学，如果我现在这样改，请问答案是什么 ？If I change the order, if I change the sequence， 各位同学来，我改一下，学习德文，然后呢，玛丽感到不耐烦。请问我如果这样写的话，答案是什么？学习德文，请问是让、对还是令？学习德文，请问这边答案是什么？老师把两个改了 ，something、someone 改了，请问答案是什么？好，现在这一题答案是什么？现在这一题答案是什么？好，告诉老师，现在这一题的答案已经不一样了，哦，已经不一样了，都可以啊，让。哦 ，Samuel 说2、3，然后呢，大家选让的比较多。AR 说都可以，老师1、2、3都可以。好，怡怡说老师不是都可以，是2跟3。玉珠说都可以，1、2、3都可以。好，都可以，都可以。好，老师告诉你，学习德文是不是 something？something someone， 对不对？来。something 让使令，让使令，刚刚有让，刚刚有令，刚刚没有使，所以不是都可以。老师没有给你使这个字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答案是什么？让令没有对，对不行，对不可以，哦，对不可以。学习德文让玛丽学习德文令玛丽学习德文使玛丽使可以，你可以用使，但是不可以用对。OK， 哦，了解了，很难对不对？多多练习吧，各位同学哦 ，practice，OK，practice more， 多多练习哦。好，玛丽对学习德文感到很不耐烦。学习德文让玛丽感到很不耐烦，学习德文令玛丽感到
很不耐烦。学习德文使玛丽感到很不耐烦，很难，对不对？好，各位同学听懂的说听懂了，来，老师看你们有没有听懂。各位同学，如果你听懂老师刚刚教的，你就说懂了。如果你觉得老师我还是不懂，你就说不懂。老师看你们懂不懂。这个懂的就说懂了，不懂的就说不懂。来，老师看有没有人懂。好，尤文泰说懂了。好，要诚实哦 ，be honest。懂的就说听懂了或懂了，不懂的诚实哦 ，be honest， 要诚实哦。不懂的就说不懂，没关系的，没有关系。不懂就说不懂，懂了就说懂了。好，懂了，懂了，懂了。好，大家都懂了，真的哦。好，我们单序也说听懂了，真的哦。哦，不懂没关系 ，be honest， 你就说老师我不懂 ，it's okay， 没有关系的。懂了哦，好，都懂了。好，不懂的同学没有关系，不懂的同学啊。直播课之后，你再来看一次，你就懂了哦。听懂了，太好了。那我们再来出下一题。好，都懂了，非常好。好，来 ，Number 2， 第二题。约翰，一切也要把烟戒了。好，约翰，一切也要把烟戒了。各位同学，烟就是 cigarette， 对不对？香烟，戒了就是 quit smoking。quit smoking 叫戒烟，对不对？我们中文讲戒烟就是 quit smoking 啊，戒烟。这题的答案是什么？蛮简单的。来，各位同学告诉老师答案，告诉理查老师答案。哦，好，戒烟哦，我们中文可以说戒烟，就是 quit smoking。好，来，赶快哦，把答案告诉老师。不顾，好 ，OK， 各位同学，不顾，为什么？因为你们看到了什么字？一切 ，everything， 一切就是 everything， 不顾一切就是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什么都不管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do this at any cost，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叫不顾一切。不顾一切，约翰不顾一切，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也要把烟戒了。他不抽烟了，他要把烟戒了，他一定要戒烟。他不顾一切，一定要戒烟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每一个人都答对了哦，叫不顾一切，不顾一切。OK，at any cos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 will do this。好的，了解了哦。好，都答对了，不顾一切好，那你也可以说，约翰不顾一切，也要把酒给戒了。他很爱喝酒，把酒戒了。约翰不顾一切，也要把中文学好。理查老师不顾一切，也要教大家中文。Channel V 不顾一切，也要交到女朋友。阿能不顾一切，也要赚大钱。你们都可以这样去用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说这个向才不顾一切也要交到女朋友你也可以说 Marina 不顾一切也要交到Marina 不顾一切也要交到男朋友都可以这样用好的，珊珊不顾一切也要把中文学好，你都可以用谁谁谁不顾一切也要你可以这样子把句子写出来好的，我们再往下看，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好熬夜对健康是一项因素。熬夜就是你晚上不睡觉，或很晚睡，叫熬夜。你本来11点要睡觉了，结果你凌晨。你半夜3点4点才睡，这个叫熬夜 ，stay up。对，就是 to，like to，OK， 这个对就是 to 的意思对健康，to health 是一项，项是我们的 major word for 因素项是 major word 量词 for 因素。好，熬夜
对健康是一项什么因素呢？哦，来，什么因素？来告诉老师。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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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为什么你们要选不利？没有好处，没有益处，只有伤害，这个叫不利，对不对？好，因为你看到了因素，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不利因素、不利条件 ，which means unfavorable faction、unfavorable condition。中文我们说不利因素 or 不利条件。这个很常用，把它记起来哦。表示熬夜对健康一点儿都不好，熬夜对健康是有坏处的，没有好处哦。好，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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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哇，你们今天很聪明哦。好，来，我们来念一下我们的3个词语。第一个叫不顾，不顾，不顾就是不管、不在意、不在乎。不顾一切 ，no matter what, at any cost, regardless of everything。不顾一切，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这样做。我不顾一切要爱理查老师的妹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爱理查老师的妹妹。好，不利，没有好处，只有伤害。不利，不利因素，不利条件，对，不利。抽烟对身体健康不利，抽烟对身体健康不利。好，不耐烦 ，like this， 不耐烦哦。理查老师，你的课好无聊哦，让我很不耐烦。让 someone 不耐烦 ，something 让 something 让 someone 不耐烦。哦，好，这个就学起来了。好啦 ，Yusuke 爱理查老师的妹妹 ，Really？ Yusuke Really？ Yusuke 你的眼睛不太好，对不对？你的 eyesight 不太好，你的视力不太好，对不对？好 ，OK。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喜欢今天的词语吗？今天学的什么东西啊？不顾 ，no matter what, at any cost， 不顾一切。Yusuke 不顾一切也要爱理查老师的妹妹 ，discuss 好恶心啊、哦、！Yusuke 不顾一切的爱理查老师的妹妹，好恶心啊、哦！好，再来还有不利，不利，熬夜对健康是一项不利因素，不利就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第3个就是这样，不耐烦，理查老师，你的课真的很无聊诶。理查老师的中文课让我觉得不耐烦。我对理查老师的课感到不耐烦。哦，好，我对我的老公觉得不耐烦。我对我的老婆觉得不耐烦。哦，好，好了，了解了哦，好，了解就好了。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吧。各位同学，早一点睡，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对身体健康不利。熬夜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大家早一点睡，好不好？哦，然后Yusuke 不要再不顾一切的爱理查老师的妹妹了，因为理查老师的妹妹真的非常丑，不要再不顾一切的爱上我的妹妹了啊、哦！好。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哦！记得帮老师按赞，你们每次都忘记了，现在都没有人帮老师按赞了，帮老师按赞吧 ，click likes，OK？、来帮老师按赞哦，哦，帮老师按赞哦。玉珠不可以，你要说不吉利，不是不利，是不吉利，好不好？玉珠不利跟不吉利不一样哦，不吉利，玉珠不吉利。我们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 不可以说不吉利的话，不利跟不吉利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好，各位同学晚安了哦。那个帮老师按赞再走，好不好 ？Click likes, then you can leave. OK? If you don't click likes, you cannot leave. OK? 不可以离开哦。好，来帮老师点赞的同学就可以离开了，没有点赞的不可以离开哦。好。
各位同学晚安喽，帮老师按赞，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都按赞了，好，按赞了，按赞了，好，按赞了，好 ，Channel V 可以离开了 ，ARR 可以离开了，尤文泰你也可以离开了哦。好，还有谁没有按赞的、啊？好 ，Root 同学欢迎你。好，还有谁按赞了？好，按好了哦，好好都按好了，好，那大家再见喽。好，佩佩猪，拜拜 ，See you tomorrow。